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？你觉得你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？你3番4次的找我麻烦，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？够了，你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。周警官，你真的不觉得这个导游有可疑吗？方海伦失踪的码头就是他平时停靠油点的地方，还有上一次他美琪在路上被抢劫，也是他出来打救的。如果不是他有意跟踪，我不觉得事情发生那么巧合的。凡事要讲证据，不是你说谁可疑，我们就把谁给抓回来的。我不需要你们马上把他抓回来，我是希望你们可以派人手保护汤美琪啊。我这个朋友现在不肯跟我回去，还说要留下来追查，万一真的发生事情，你们警察也麻烦了。请你搞清楚，我们警方不是你们的私人保姆，况且他这么大一个人了，难道不会保护自己吗？他现在满脑子想要找证据救他朋友，就算遇到危险，他也不会意识到的。上一次差点出事了，你不是不知道的。你不要再多说了。如果你真的担心他，就自己留下来好好照顾他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带你要求的。你们真的见死不救？你这样继续纠缠我也没有用的。我建议你，不如好好的去那回去，不要再干涉我们警方查案，这样子对大家都好。你真的不觉得进度有可疑吗？喂，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要去哪里？我要送东西到机场。还是驾照看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后面载的是什么？都是鱼跟虾，刚从海港载出来的。打开，我要检查。警官，我赶时间，这些鱼跟虾要赶着送到机场的，如果耽误到时间，我会被老板炒的。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，快点。喂，好了，我们立刻过去。收队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不关你的事，你可以走了。就只是这些而已，之后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先回去吧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再联络你。好的，谢谢。周警官，美琪是不是真的被抓走了？他说看到一个男人开着辆金色轿车离开，只是没有看到汤小姐。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，藏在轿车被载走的呢？我们已经派人去找附近 CCTV 了，希望很快就有结果。还要看 CCTV 啊？没人看到车牌号码吗？德士司机说，他只看到开车的人，忘了看车牌号码。要多久可以查到车牌号码？通常需要几个小时。这么久，等你们查到会不会太迟了？对方肯定是不允汤小姐来到这里，他们马上杀她，肯定是有他的计划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就会争取时间，尽快找到他们的。我早已经叫你们安排人手保护他，你们就是不听。万一真的美琪出了事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的。周警官，有同事说，刚刚在附近检查到类似我们要找的轿车，也是一名男司机，也许是我们找的人。
终于醒了，好奇，想看是吗？这就是你想找的证据。方海伦的赎金是被我藏起来的。其实我还想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发现原来你已经在跟踪我，我也不会知道我已经被警方盯上了。说起来，也算是你救了我一命。原来是你陷害安生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算他运气不好，怨不得其他人。方海伦是你杀的，对吗？你都快小命不保了，干嘛还要关心这些事情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好烦啊？不过看在你长得不错的份上，我就成全你最后的心愿。对，方海伦是我杀的，很抱歉还要你的好朋友当替死鬼。不过一开始的绑架案都是方海伦一个人自导自演，我只是配合他罢了。Excuse me， 请问这里有载人出海的服务吗？有啊，我是这里的导游。你什么时候想要出海？现在。现在出海你要收多少费用都没有问题。好吧。小姐，我叫方海伦。你好像有心事啊。你有试过被人背叛的感觉吗？尤其是你心爱的人。无论我付出多少，他还是无动于衷，最后选择背叛我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在他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。谢谢你。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方小姐，钱刚刚你已经给过了。这是你应得的小费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哦，谢谢你。对了，这是我的卡片，以后如果你想要出海的话，可以找我。还有更多私人景点可以带你去参观。好的。什么？假绑架？对，不是真的绑架。我只是想试探我的未婚夫，看他是真的紧张我，还是在乎我的钱。可是你这样做会不会太极端了？万一把事情闹大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到最后我会告诉他是一场游戏，而且要保证不会惊动警方，绝对安全。你真的想这么做？你不是说过想赚钱自己当老板吗？现在就是大好机会，事成之后我会给你10万块当酬劳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好吧，一言为定。后来，我就等着他的吩咐去做准备。一等到他的未婚夫回来，我们的计划就正式开始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方海伦策划的，他为什么会被你杀害？都是那个富婆自找的。一开始我也没有其他的想法，是她出尔反尔，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路走。我不会勉强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，是我错了。这一切是我一厢情愿。可以好好的陪我吃一顿晚餐吗？去码头。好。
喂，在前方有个垃圾桶，垃圾桶里有一个注明你名字的信封，信封上会指示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马上拿着钱上车后座。我的同伙会载你去见你的女人。怎么？不敢上车？你不怕我会改变主意？我马上上。喂，如果你不想替你的女人收尸，就把眼睛蒙上。好。我现在在哪？我的未婚妻呢？你们只是求财，钱我已经带来了，我可以保证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快点把未婚妻放了！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讲话？你的酬劳在这儿，1分钱都没有少。剩下的我会处理，你要走可以走，记得一定要保密。你干嘛还不走？你叫我泼的那些血是真人的血吗？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计划？钱你已经收了，没有必要问那么多。你不会是想要嫁祸给我吧？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要让警方认为我遇害，怀疑我的未婚夫是嫌犯。那真的是你的血？你不是说过不要惊动警方的吗？怎么你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？我要让我的未婚夫陷入麻烦，然后我替他解围，到时候他就会感激我，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。这么做不就等于把事情闹大了吗？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。都说不关你的事，你担心什么？万一警方查到是我把他载过来的，那怎么办？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远走高飞。到时候你要到哪里重新开始都没有问题。你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件事又不是我搞出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我替你背这个黑锅？难道你不知道做每一件事都有风险吗？如果当初你不贪这笔钱，就没事了。原来你早就想要利用我！不是利用，而是各取所需。反正钱你已经拿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你干嘛？你是想要用10万块就可以打发我走？你贪得无厌，我1毛钱都不会多给你的。如果你觉得不公平，就去报警，看警方相信谁。放手！现在你知道了真相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你为了钱把方海伦给杀了，你到底有没有良知的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杀人。要不是那个富婆自以为是白翠富嘴脸，以为有钱就可以看不起人，还打算利用我背黑锅，我才会对她下手。现在你应该没有遗憾了吧？你也不要怪我，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来寻死的。你要怎么对付我都可以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安生是无辜的，你还他一个清白可以吗？难道你要我去跟警察自首说人是我杀的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我求求你，他是无辜的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我看你还是下黄泉去找他们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护士小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头有点晕。溺水在水底短暂缺氧，会头晕是正常的。医生已经替你检查过，没什么大碍，只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那个抓我的人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中了枪，被救上岸的时候已经没有气息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男朋友没有什么大碍，他已经醒来了。我的男朋友？是啊，大家都超级羡慕你的。你的男朋友为了救你，连命都不要。像他这样的男人，都快绝种了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我明天早上的班机回来。对了，把我的 appointment 呢都放在中午之后吧，我一下飞机马上赶过来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那就这样吧。OK。你醒了？你不像是刚溺过水的人。哇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刚刚海水喝的不够多啊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拿出你的记事本，好好的记下来。你欠武家明一条命。我知道，要不是因为你救我，我不可能坐在这里跟你聊天。所以，我想谢谢你。谢就不必了，反正迟早都要还的。喂，你干嘛？我在看你有没有后遗症。听他们说，你不是很厉害游泳，还拼了命救我。如果你有后遗症，我担当不起。我在此声明啊，我不是不会游泳，我是太久没游泳，手脚不灵活而已啊。幸好没有后遗症。你手脚不灵活，为什么还要逞强救我啊？我救你呢，纯粹是出自自然反应的。就像公司着火，我第一时间一定把重要东西给拿出来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呢已经把你当成是公司重要的资产，你一出事，我一定出手相救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不要忘了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事。我知道，我答应你回到你律所工作，我说到做到。其实呢，我早已经猜到了你会过来我公司帮忙，就像我早已经知道你会出事一样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出事的？你这个人一定是用最老套的方法去跟踪腹肌男，结果被抓了。那你们又怎么知道他会带我出海？我们一收到消息，周警官马上派人到港口找你。幸好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找到腹肌男的轿车，那个人呢不拿到赎金是不会罢休的。我马上通知海警出海找你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我们迟来了一步，你早已经变成水鬼了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因为你拒绝帮我，我怎么会一意孤行？我不是拒绝你啊，我是在想更好的办法。你的性格我不是不了解的，在那个时候，即使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的，我何必浪费精力呢？总之，谢谢你。不用谢了，我真的不习惯了。汤小姐，这位先生是来找你的。谢谢。安生，没事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你才会住院。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吴律师，也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其实我没帮上什么忙哎。你要谢呢，应该谢谢他，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帮你洗脱罪名的，要不然搞不好你现在还在牢里呢。古瑞斯，有什么需要你可以直接打内线电话找我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好，谢谢。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不需要上庭吗？时间还没有到，
就想说过来看一下你，看需不需要我帮忙些什么。你把我当新人，我一切很顺利，没事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忘记带走。原来是你的，我还以为徐这么贴心，送这个戒米给我这个老新人，祝我开工大吉呢。其实要你接替我的位子，对你来说真的很委屈。可是放心好了，过一阵子我会跟淼问请示，请他重新调整人事安排。千万不要，我不介意重新开始的，我会用时间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我又不想别人认为我是靠关系走后门。怎么感觉这么累啊？昨晚没睡好？是啊。对了，最近有跟爸联络吗？没有啊，你姐姐昨天打了一整晚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接。我猜，他肯定是需要自己的空间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姐啊，一整晚拉着我商量对策，看要怎么让妈原谅他。辛苦你这个好女婿了，回去告诉我姐，请她放心。我等一下下班之后就去看一下爸。好的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要去上庭了。 All the best。我先走。 Daddy， 是我啊，曼宁。Daddy， 请问一下，请问你最后一次见到温先生是什么时候啊？大概是昨天中午，他刚好从外面回来。你确定他真的有回来吗？他之前有打电话到柜台，吩咐我们不要让清洁工打扰他，之后就没有看过他离开房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父亲他向来身体不好，我担心他出事，你可以帮我把门打开吗？好，请你等一下。谢谢。 Daddy， 醒醒，我们带去医院的，不会有事的。Daddy，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早前牵涉在一宗25年前性贿赂丑闻的资深法官温树人，稍早在市区某酒店被发现死亡。根据警方发言人透露，死者被发现时已经死去至少超过1天，初步判定死因为心脏病发。根据调查，警方怀疑温法官基于最近社会舆论的压力，不排除有自杀的可能。目前，警方正朝猝死案的角度进行调查。 我已经读到新闻，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事，总监署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？我已经用我所有的关系在打听了，可是就是没有收到任何风声啊。那Michelle呢？他有没有说他会怎么处理？他正在跟简老先生在商量对策，暂时还不知道谈得怎么样。这次发生的事，跟之前被爆出的丑闻很难脱离关系。我很担心，对俊豪的上诉很不利。你放心吧，你要对Michelle有信心啊。 一有什么进展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啊，对了，安生的案件都解决了吗？警方只要完成他们的调查报告，完成一些手续，我们就可以离开。人没事就好，希望你们平安回来。我回来之后，我会找你。啊，美琪啊，
米夏找我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见面再聊。梅琪，怎么样？处理好了吗？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证实方海伦是夫妻南杀的。现在连大律师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太好了，我们马上订机票，今晚飞回去。我的商务舱，谢谢。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暂时不能回去。我想留下来几天，处理 Helen 的身后事。我留下来陪你。喂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哇，我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做过河拆桥。之前人口口声声说这次过来是要办正事，结果还是……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你暂时还不算是我的正式员工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不过你回去了，马上跟我报道 ，OK？ 你打算去他的公司？原来他还没告诉你。你不是说你赶时间吗？放心，我这个人很识趣的，我不会留下来当电灯泡，我今天就走。这个女人呢，这几天为了你焦虑不安，我相信她荷尔蒙快失调了，你好好补偿她吧。跟你老同学好好叙旧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葬礼方面一切从简，其他的礼俗就麻烦你帮我处理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安生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问啊。你告诉过我，你是因为 M&E 才会认识 Helen， 但是这段时间我查了 Helen 的背景，我发现她10年前已经定居英国，也是你大学的捐赠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她还以她死去老公的名义设立了奖学金，你是第1届奖学金的得主之一，不可能不知道她这个人吧？其实，在英国的时候，我为了赚取生活费，去一间疗养中心当兼职看护，我的确是见过她。没有听你提起。很多年以前的事了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直到重遇才想起那些回忆。她当时带着中风的丈夫来我们疗养中心接受治疗。我也有份照顾过她丈夫，我们在那里接触过几次，也是在那段时间触发她想要设立奖学金资助留学生的想法。很多人都拿过她的奖学金。原来是这样。走吧。好久没有心情这么轻松了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来大海，好像是在大学的社团。你还记得？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就是大海。过几天，我就会到吴家明的律所上班了。你已经决定了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答应他了，我不想言而无信。不如我帮你去跟他谈一谈吧，毕竟你是因为我才答应他的。不用了，其实我在哪里上班都不重要。可是武家明的为人，其实他的为人并不坏，只是嘴巴不留人。这次要不是因为他在我身边，你很可能会被冤枉坐牢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发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事，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。什么事啊？我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。我也找到我生命的价值。原来靠我的努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谢谢你给我这次的机会。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相似的命运和经历，老天才会把我们拉在一起。一个是未婚妻刚刚被人谋财害命，自己还差点被栽赃嫁祸的倒霉律师；另外一个是跟丈夫离婚不久，事业才刚刚起步的律政新人。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才对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全都是因为你。希望在我的未来，有你和我并肩作战。也希望在未来，我们不只是好同学、好朋友、好搭档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汤美琪。
当我的女朋友吧，我会给你幸福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希望我们彼此可以坦诚相对。我答应你。不要怕，不关你的事。你先冷静点，不要这么激动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害死了一条人命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我明白，你没有错。你要记住，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，你根本没有杀人。我杀了人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我闹钟不是调6点半的吗？怎么7点半才响啊？你最近都忙到3更半夜，我想让你多睡一下嘛。原来是你把我闹钟调晚的。我本来想早点起来做好准备，现在我连吃早餐的时间也没有了。我昨晚就做了3明治，等一下可以在车上吃。你不要以为因为你的3文治我会原谅你啊！我啊会把你……你再说就真的要迟到了。吃慢一点。你吃了，OK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晚上来我家吃饭吧。真的只是吃饭这么简单吗？如果你想做其他事情，我也乐意奉陪啊。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约自己女朋友来家里吃饭也叫得寸进尺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今晚我煮你最喜欢吃的意大利面 ，OK？ 你忘了，我妈叫我们回家吃饭。哎，对哦，你已经几天没回家了，她该不会是要找我训话吧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立刻想办法怎么应对她。你知道我妈是很精明的。要打要骂，我也只能默默忍受了。谁叫我拐走他宝贝的女儿？哎呀，好了，那今晚见，加油，拜拜。性侵是一项非常恶劣的行为，我们要谴责的是犯了这项罪行的犯人。然而，部分的大众会把矛头指向受害者，指他们穿着太暴露，才会引人犯罪。这种迂腐不公的父权主义论调，会令到很多女性，往往遇到性侵的时候，只会默默的承受，而不敢在第一个时间站出来。本案被告就是看准这一点，才会再三侵犯受害者。法官大人，首先我要感谢控方律师为女性发言，但是如果单单因为我的当事人是男性而先入为主认定他有罪，这何尝不是性别歧视呢？唐律师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为女性说话，我是为司法发言。身为受害者的上司，假公济私，滥用职权，一直安排时间要跟受害者独处，受害者碍于工作的关系，只有就范，没想到后来落得被性侵的下场。事后，
被告还要挟受害者不能把事情说出去，否则将他辞退。根据董小姐的供词，她多次在办公室被我的当事人性骚扰，可是她从未向公司投诉。在案发当天，她还穿着相当性感，单独和我的当事人相见。这种行为，我真的无法了解。即使得承受各种难堪的流言蜚语，受害者还是勇敢地站出来，揭发被告的恶行，所以法律必须给他一个公道。事实是，他是因为我的当事人无法满足他所提出的要求，设了这个局，诬赖我的当事人性侵。我恳请法官大人裁定我的当事人罪名成立。不成立。美琪，哎喂 ，Rachel， 你先上车吧。前些日子没有在法庭碰见过你，没想到你的辩护能力进步神速。这一次我是遇到对手了哦。你太谦虚了，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向你学习。如果这次的官司我打赢了，也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是无辜的。你真的相信他没有做过？我相信。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董小姐的供词存在着很多疑点，所以我相信我的当事人是无辜的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还是对我们的客户有所保留比较好。毕竟事实是什么，只有2位当事人最清楚了。可是身为律师，如果连我们都不相信我们的当事人，又怎么说服法官去相信他呢？我们现在是各为其主了，看来下一次我得准备得更充分才行啊。那我们下次法庭上见。All the best. Thank you. 品格证人，你帮我再确认一下。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什么事啊2个大老板不知因什么事又在吵了，而且这次破纪录已经快吵了1个小时。你要是再晚点回来啊，就快变世界大战了。知道了。我也是股东之一，我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律所着想的。我也是为律所着想啊，我才是大股东，主事权在我这里。2位又在吵什么？这位武律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乱接案子，难道有钱不赚吗？美丽不是回收桶，不是什么案子都来者不拒。除了钱，我们还要顾及律所的形象。那你们在谈什么案子呢？你自己看吧，看看他有多离谱。我们提供的是法律服务，也是一门生意。在做决策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以商业的角度来做考量呢？M&E 这经营不当，就证明说他的手法有问题，要不然也不需要我注资进来了吧？我没有逼你注资，当初是你主动提出合作要求的。总之呢，我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为了 M&E 的利益着想，好不好？难道我就不是？你凭什么要我听你的？喂，当初我入股的时候呢，答应让律所保留原本的名字已经很让步了，现在换成我做决策，算是合情合理的。那好吧，干脆如你所愿，把名字改掉算了，那就可以让我来做决定了，是吧？我真的很怀疑你啊，你到底是辩护律师还是狡辩律师啊？谭美琪，一句话，接还是不接？我同意米莎的说法，我们不应该接。就这么决定。谭美琪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？如果我知道你是跟疯女人站在同一阵线，我是不会加入 M&E 的。你也知道我是对事不对人，这个案子吃力不讨好，社会大众也会对我们律所有不好的观感。不要用社会大众这种笼统的名词来打发我。米歇的做法太保守了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律所迟早吃西北风。你知道江志远的父亲是谁吧？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富豪江志远。我们现在需要是资金，而不是毫无用处的正义感啊！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帮他的儿子打官司，他就会介绍多一点生意给我们，对吗？你知道就好。跟这种大富豪合作，对我们律所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再说我跟他是旧识，我很难推的。你知道这个案子是什么吗 ？Hit and run。他的儿子事发前喝了酒，证据确凿，他撞死了男孩子只是23岁。你为这种人打官司，你良心过意得去吗？我们受客户委托，帮他们辩护是正常的，有什么好过意不去啊？那我跟你说啊，如果 M&E 真的关门大吉的话，你才对我过意不去呢。你要接这个案子可以啊，但是我看你这么努力的说服我，是不是要我当他的代表律师啊？你也知道我现在手头上正在忙着海洋集团的并购案，我是不会接受这个案子的。你要接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喂，你不会那么绝情吧？好歹我救过你一命的。当初你说要来我律所上班，结果没来，还要我入股 M&E， 我都已经很讲义气的答应你了。
现在要你帮忙，你真的不能当是报答我吗？拜托，你这个理由可以不要重复的用吗？性侵案也是因为你，我才会接的。性侵案是因为你了解详情之后，你发现到有疑点，所以你才接的。这证明说你做事情有原则啊。但我的报告你看了一遍就马上推翻，你不觉得你欠专业吗？客观一点好不好？算了，再给你多一点时间考虑，等你想清楚之后再答复我 ，OK？ 我会考虑的，但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你的精神看起来很好。在这里有心理医生辅导我，再加上我现在有信仰，想东西不再钻牛角尖，心态想法没那么负面，感觉好很多。那就好。7年很快就会过的。只是觉得对不起我爸，他为了帮我，却毁了自己的名声。我最近看到了他，他没有怪你，只是希望你可以重新做人。放心吧，出去之后我会好好做人的，不会让他失望。能听到你这么说，你真的成熟很多。跟你比起来，我算是什么？我现在在想，如果当初你没嫁给我，你早已经当上大律师了，不用等到现在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做过的决定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跌跌撞撞才会成就现在的我们。没有你，我也不会有 Olive。连律师真的是个好人。我知道当初你答应我跟我复合，是怕我做傻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通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和 Olive 活得开开心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要再顾虑我，知道吗？哎，保重。保重。每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，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